从记事起，我奶奶经常叮嘱我，剪下来的指甲千万不要乱扔，要是被老鼠吃了，可就完蛋了。虽然我不懂为什么不能让老鼠吃指甲，但还是很听话的，每次都把剪下来的指甲藏得很好。刚从城里回来的堂妹不听奶奶的话，她把剪下来的指甲到处乱扔，结果第二天原本应该在家睡觉的堂妹却躺在了墙角的老鼠洞外。小敏起床吃饭了，一大早奶奶就做了堂妹爱吃的包子。堂妹刚从城里回来，农村的夏天比城里凉快，所以二叔二婶就把她给送回来了。以往堂妹都是一喊就起来的，今天也不知道是咋了，喊了她好几回了，她屋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小敏，赶紧起床吃饭了，奶奶包了你最爱吃的包子。奶奶站在门口又喊了几声，屋里依旧没有回应。再不起来，这包子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奶奶有些不耐烦了，直接推开了堂妹的房门。进屋一看，才发现堂妹根本没在屋里。一大早的堂妹不可能跑出去，因为我家院子的大门都没开。以堂妹的身高，她根本够不着门栓。小俊，你去茅房喊2声，看看她是不是去茅房了。夏天的茅房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，蚊子苍蝇一大堆。刚走到茅房外，还没来得及张口喊，就看到一条腿露在茅房门口，吓得我大叫一声：咋了小俊，你喊啥呢？奶奶，这边有条腿。我被吓得本能的往后退了好远。我奶赶紧跑过来查看，结果却发现是堂妹。堂妹居然躺在茅房睡觉。奶奶，堂妹怎么在茅房睡觉啊？奶奶没搭理我，而是赶紧将堂妹从脏兮兮的地上抱了起来。堂妹被抱走后，她刚刚躺的地方露出来一个碗口大的老鼠洞。老头子赶紧过来，奶奶一边抱着堂妹往房间里跑，一边喊着爷爷。我爷来后，我奶立马一脸担忧地看着我爷。老头子这可咋办啊？小敏怕是被那些老鼠给盯上了，都把她拖到洞门口了，要不是那洞太小，恐怕小敏就要被他们吃了。好端端的，那些老鼠怎么会盯上小敏？爷爷有些不解地问奶奶。奶奶脸色有些难看，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出原因。昨天我看小敏指甲长了，所以就给她剪了剪指甲，剪完了本来想把指甲好好收起来的，结果小敏全给扔地上了。我明明仔细剪了好久，没想到还是没剪干净，让那老鼠钻了空子。从我记事起，爷爷奶奶就经常跟我说，剪掉的指甲一定不要乱扔，要是被老鼠吃了，那就完蛋了。但爷爷奶奶一直没告诉我，要是指甲被老鼠吃了，到底会怎么样。奶奶，要是老鼠吃了堂妹的指甲会咋样啊？我没忍住好奇地问了问。要是被老鼠吃了指甲，老鼠就会成精，然后把你堂妹吃掉，再变成她的模样跟我们生活在一起，然后再一个个把我们都吃掉。奶奶说这话时，脸上渐渐浮现出了恐惧的神色。那现在这个堂妹是不是老鼠变的呀？我这话一出口，奶奶立马就捂住了我的嘴。别瞎说，你堂妹这不好好的吗？二叔二婶就堂妹这一个孩子，为了让堂妹能念好书，他们卖了农村的房子和地，然后去城里租的房子住。听奶奶说，二叔二婶每天要干好多活。他们这么宝贝堂妹，要是眼前这堂妹真的是老鼠变的，那爷爷奶奶肯定没法交代。正当我们交谈之际，堂妹突然醒了。奶奶看到堂妹睁眼了，激动的立马将她从床上扶了起来。小敏，你感觉咋样了？堂妹看到我们都在她屋里，她脸上的表情有些懵。你们咋都在我房间里呀？她揉了揉眼睛，语气平淡地问道。小敏，你看看我是谁？爷爷虽然不相信眼前的堂妹会是老鼠变的，但还是试探性地问了她一些问题。你是我爷呀？爷爷你咋了，老糊涂了？所有问题堂妹都回答上来后，爷爷奶奶才长舒了一口气。妹妹，以后的指甲可别乱扔了，你刚刚差点就被老鼠吃掉了。我凑在她耳边悄悄叮嘱她，她没回答我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之前我就跟她讲过不能把指甲乱扔的事，可她却说我这是迷信，她才不信呢，还说什么老鼠又不傻，指甲壳这么硬，吃这玩意干啥？经历了这事后，她倒是听话了不少。饿了吧小敏，我去把包子给你热热。奶奶把包子拿过来后，堂妹原本暗淡无光的眼睛立马就亮了。只见她拿起包子2口一个，那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就跟8辈子没吃过饭一样。奶奶一边给她拍背，一边让她慢点吃。奶奶包的包子比较大，平时只能吃下一个包子的堂妹，今天竟然一口气吃了3个。哎呦，小敏，你慢点吃，锅里还有呢。奶奶站在一旁，一脸欣慰地看着堂妹。堂妹吃惯了城里的饭菜，刚回来的时候还很嫌弃奶奶做的饭，说什么这里没有炸鸡，没有奶茶，一点都不好玩，吵着闹着要回城里去。奶奶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，这才把她留下了。如今她一次性吃这么多，奶奶别提多高兴了。到了晚上，堂妹非要跟我奶睡一个屋，奶奶犟不过她，就让爷爷来跟我挤一起。之前堂妹刚来的时候，奶奶怕她一个人睡会害怕，就打算陪着她，结果堂妹直接就拒绝了。虽然她不说，但我知道她肯定是嫌弃奶奶身上脏。奶奶每天干农活，身上沾满了尘土，今天她居然会主动提出来要跟奶奶一起睡，这可把奶奶高兴坏了。天刚黑就把屋里的床单被子换成新的了。到了半夜，我被尿憋醒了，
起来上茅房的时候，却听到奶奶屋里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，那声音就好像是老鼠在啃柜子一样。奶奶屋里的就一个木头柜子，还是她的陪嫁，平时奶奶可宝贝那个柜子了。要是被老鼠给啃坏了，奶奶肯定会很心疼。我本想悄悄进去把老鼠赶跑，结果刚把门推开点缝，一股浓浓的铁锈味就扑面而来。我下意识捏住了鼻子，刚把身子凑进去一点，堂妹就突然出现了。面对突然出现的堂妹，我被吓得一激灵。大晚上的，你不睡觉站我们门口干嘛？窗外的月色照在堂妹脸上，显得她的脸惨白无比。我明明记得堂妹的脸是圆圆的，怎么现在看起来尖嘴猴腮的？我挠了挠头说，我听到你们屋里好像有老鼠的声音。听到老鼠2个字后，堂妹的脸色立马变得有些不自然。屋里没什么老鼠，我刚刚都检查过了，你赶紧回去睡觉吧，别吵着奶奶了，她明天还得早起干活去呢。我不死心的想朝屋里瞅瞅，堂妹却直接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推我。既然她都说没有老鼠了，我也不好再争论什么，上了个厕所就赶紧回去睡觉了。这一觉睡到了第2天，太阳晒屁股。以前奶奶每天都会很早喊我们起来吃饭，今天居然没喊我。我摸着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去了厨房，结果厨房冷锅冷灶的，啥也没有。突然想起堂妹说的，奶奶今天一早就得出去干活，没准是干活走得太匆忙，所以就没有给我们准备吃的。堂妹在城里生活惯了，她肯定不会做饭，我这个当哥哥的自然不能让她饿肚子，索性就简单的煎了几个鸡蛋给她送去。堂妹还在睡觉，被我喊醒后有些不耐烦，让她吃饭她也不吃。我不饿，你自己吃吧。堂妹说这话的时候还打几个饱嗝，她的嘴上还有些红红的汁液，隔着宽松的睡衣我都能看到她那圆滚滚的肚子。她肯定是背着我偷吃番茄了，难不成奶奶出门之前已经把我惦记了很久的番茄炒给堂妹吃了？既然炒了番茄，那又为啥不喊我一起吃？明知道我惦记番茄那么久了，堂妹这才来多久，奶奶竟然就已经偏心到这种程度了。我越想越生气，端着碗里的鸡蛋坐在大门口闷头吃。鸡蛋还没吃完，就遇到个上门讨水喝的老头。小娃子，有鸡蛋吃还不开心啊？我抬头瞅了瞅老头，老头胡子花白，佝偻着背，看着面生应该不是我们村的人。俺路过这里，有点渴了，想讨碗水喝，你看方不方便啊？我嘴里塞满了鸡蛋，没办法回答他，索性就点了点头。本想进屋给他打碗水的，结果回头一看，他竟然自己跟着进来了。我忽然想起奶奶以前跟我说过，不能让陌生人进家门，要是运气不好遇到坏人就完了。我随便嚼吧了几下嘴里的鸡蛋，就赶紧咽下去了，差点没给我噎死。老爷爷，你在门口等着就行，我把水给你端出来。老头听到我想赶他出去后，脸上露出了一抹让人看不懂的笑容。小朋友，你放心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就在这等着，你赶紧去给我打水吧。老头没出去，但也没再继续跟过来，只是站在院子里看着我。我寻思他都这么老了，就算是坏人，估计也打不过我，也就放心的给他打水去了。老爷爷，来喝水吧。水端出来后，院子里居然已经没人了。难不成他走了？不是要喝水吗？怎么就走了？这老头真奇怪。既然他走了，这水就我喝吧，正好吃了鸡蛋，有点噎得慌。我刚端起水准备喝，结果余光扫到一抹熟悉的身影，这不是那个老头吗？此时他正弓着个背，趴在我奶奶房间门口。这会堂妹还在里面睡觉呢。那老头该不会是想打堂妹的主意吧？我下意识的赶紧朝他吼了一声：“你在那干嘛？”谁知那老头居然扭过头朝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嘘！我心想他还挺理直气壮的，想做坏事被我给逮着了，居然还敢让我小声点。我朝他走过去后，他并没有一点心虚的样子，反而是示意我往屋里看。小朋友，你看看那床上躺着的是人还是老鼠？我被他问得有些发懵。那是我堂妹，怎么可能是老鼠？老头听了我的回答了，笑着把我拉到了院子里。他接过我手里的碗，然后一饮而尽。俺今天喝了你的水，就算欠了你一个人情，你们家遭了鼠祸，要是不尽快铲除那老鼠精，只怕你们一家人都得被吃掉。我有些生气的把他手里的空碗抢了过来。你这老头，我好心给你水喝，你倒好，反过来吓唬我们家怎么就遭鼠祸了？难不成那老鼠还能成了精变成人？老头笑着摸了摸我的头。你那个堂妹的指甲是不是让老鼠吃了？我点了点头。难道你爷爷奶奶没跟你讲过，要是让老鼠吃了指甲，那老鼠就会变成你的模样吗？我又点了点头。虽然老鼠吃了堂妹的指甲，可他们并没有吃掉堂妹，因为他们的洞太小了，堂妹被拖到洞口进不去。我亲眼看到奶奶把堂妹抱回屋里的，所以老鼠不可能会变成堂妹。见我回答的这么干脆，老头没忍住笑出了声。这老鼠狡猾得很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，老鼠已经把你妹妹吃掉了，躺在老鼠洞外的那个人就是老鼠变的呢？老头这话一出口，我只觉得心跳都慢了半拍。
老鼠变成了你妹妹，然后自己躺在老鼠洞外，营造出一种因为洞口太小，所以老鼠没有得逞的假象，然后迷惑你们，取得你们的信任后，再一个个把你们都吃掉。老头一边说，一边语气怪异地吓唬我。我没忍住，扭头看向了奶奶的房间。难道里面的那个堂妹真的不是人？老头本想还跟我说点什么，结果刚刚还在呼呼大睡的堂妹冷不丁的就出现在老头身后。妹妹，你咋醒了？一听我喊妹妹，老头也很识趣的没再继续说话。你怎么什么随便什么人都往家里带，也不怕是坏人？堂妹皱着个眉头，看起来好像对这个老头有很大的敌意。按理说堂妹很少回来，不应该认识这个老头才对，但从她的反应来看，又给我一种她好像很怕这个老头的感觉。既然你这个妹妹不想让俺待在你家，那俺走就是了。老头扭头就走，刚走出去几步又转身回来了。小伙子，你送送我，来者是客，哪有客人走了主人家不送的道理？不等我拒绝，老头拉着我就往外走。出了大门，走到房子拐角处后，他往后瞅了瞅，然后低声细语地跟我说，你堂妹绝对是老鼠变的，她走路脚后跟总是有意无意地点起来，最重要的是她一开口说话，我就闻到一大股腥臭味。你要是不信我的话，可以去弄只猫回来，老鼠怕猫，天经地义，就算它变成了人，但骨子里的本性改不了。老头本还想继续说，话都到嘴边了，结果我爷我奶却回来了。小俊，你跟他胡咧咧啥？这老头是个疯子。我也冲过来就要把我拉回家。临走之际，老头朝我手里塞了张纸条。回到家后，我爷立马问我，小俊，这老头都跟你说啥了？我爷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有些紧张。我犹豫了一会，没说啥，就是来讨了口水喝。不管他跟你说什么，你都别信，这老头就是个疯子，见谁都说疯话。疯子？我怎么觉得他挺正常的？他不是我们村的吗？以前怎么没见过他？我有些疑惑地问我爷。隔壁村的，总之以后见了他躲远点就是。爷爷奶奶对那个老头敌意那么大，我也就不敢再多问什么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一向厨艺稳定的奶奶居然也有失手的时候，炒的那个菜不是酷得慌，就是没味道。全家除了我吃不下去，他们就好像没事人一样。以往那么挑食的堂妹，居然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拉菜。爷爷奶奶也在不停地吃。见我没动筷子，奶奶有些疑惑，小俊子，你咋不吃？我跟你说，挑食可是不对的哦。我看着桌面上的菜，眉头紧锁。他们都吃得这么香，我一个人不吃，倒是显得我不懂事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往嘴里塞。吃完饭后，我奶让我给二叔二婶打电话，说是堂妹想他们了，让他们回来一趟。我有些不解地看着他，电话就放那，平时他想跟谁打电话都是自己打的，今天怎么非要我去打？我今天干活累了，不想孤勇，你赶紧打过去吧。奶奶躺在椅子上，摸着她那吃得圆滚滚的肚子。奶奶指使孙子干活，理所应当。电话打过去后，二叔二婶说他们正好这几天放假，收拾收拾，明天就回来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爷我奶眼睛都在放光，他们的第一反应就像是猎手看到猎物上钩了一样。我没忍住打了个寒战，总觉得他们今天都怪怪的。看着他们，我就下意识想起那个老头说的话。正好我好哥们家的小猫仔要送人，我去弄一个回来看看。我哥们说小猫已经2个月了，跟着大猫学了一手逮老鼠的本领，只要把它带回家，家里的老鼠绝对不敢吱声。我看着手里缩成一团还没老鼠大的小猫，陷入了沉思。哎，不管了，有总比没有好，先试试再说。为了不让他们发现，我把小猫藏进了被窝里。我们家这么多年从来没养过猫，哪怕老鼠再多也没养过。谁要给我家猫，我爷爷奶奶就跟谁急眼，说是什么自己能吃饱就不错了，哪有多余的粮食给猫吃。所以我暂时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弄了只猫回来。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跟我爷各自睡在床两头。小猫很乖，躺在我怀里呼呼大睡，所以我也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只要等到晚上把小猫放进堂妹那屋试一试，看看堂妹害不害怕就知道了。到了半夜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突然被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吵醒了。声音离我很近，听着像是我爷那边发出来的。我揉了揉眼睛，问我爷爷你干嘛呢？晚上没吃饱，饿了，在吃干豆子呢。干豆子，这玩意好吃，香香脆脆的，正好我晚上也没吃饱。爷爷给我吃点，我也饿了。干豆子太硬了，小孩不能吃，小心给你牙崩掉。爷爷想吃独食，我可不听他的，我这牙刚换得结实着呢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吃。我一边说话一边朝着爷爷那边摸过去，大概是感觉到我过来了，还没摸到爷爷身边，就被他用脚给抵住了。行，给你还不行吗？真是啥都吃。我高兴地接过爷爷递过来的干豆子，居然只有一个，爷爷真小气。怎么就只有一个呀？都不够塞牙缝，就剩最后一个了。你要是喜欢吃，明天我再给你炒。爷爷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但一时半会又想不起来哪里不对劲。我摸着手里的干豆子，怎么觉得黏黏糊糊的？转念一想，肯定是受潮了。炒点就炒点吧，
至少能解馋。我拿起干豆子准备往嘴里塞，结果还没塞到嘴里，被窝里的小猫居然叫唤了。它喵呜一声就朝我扑了过来，它居然把我手里的干豆子叼走了。这小猫还喜欢吃干豆子。什么声音？屋里怎么会有猫？爷爷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。爷爷，你小点声，别把猫吓跑了。这猫还有用呢。说话间，我赶紧把灯给打开了，要是让猫跑了，那可就白费劲了。突然亮起的灯照得爷爷赶紧捂着眼睛。小猫没跑，还趴在床上吃干豆子，只是它嘴角好像有红红的东西。我本想凑近看一看，结果被爷爷拉住了。一个小破猫有啥好看的，赶紧扔出去。我把头摇成了拨浪鼓。爷爷，这猫可不能扔，我还有用呢，你不觉得堂妹这2天怪怪的吗？我凑到爷爷耳边压低了声音，我怀疑堂妹是老鼠变的，怎么不能打草惊蛇，先用猫来试试它。堂妹以前很喜欢猫，如果一会她要是害怕，就证明她就是老鼠变的。爷爷听了我的解释后，先是愣了一会，然后语气冷冷地说，这些法子都是谁告诉你的？是不是那个疯老头？我都跟你说了，那个疯老头的话不能信。爷爷说这话的时候，整个人都紧靠着墙，眼神在那猫身上一刻也没挪开。不是那个老头告诉我的，我就是觉得堂妹很奇怪，试一试又不会亏什么，反正堂妹本来就喜欢小猫，如果她不怕小猫，那这猫送给她正好呀。爷爷被我说的一时不知道怎么反驳，只好由着我去。你这大半夜的突然拿只猫过去，就算你堂妹是个正常人，那肯定也会被吓一跳。我先去把她喊起来，你再把猫给她。爷爷从床上爬起来后，站在地上，脚好像有些发颤，甚至走路都贴着墙走，好像在特意避开小猫一样。等爷爷把堂妹和奶奶喊醒后，我抱着小猫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堂妹居然一点都不害怕，甚至还露出一副很开心的模样。小俊哥，你上哪弄的小猫啊？好可爱！堂妹伸手就想抱小猫，我本想把小猫递给她的，结果小猫突然呜呜叫了起来，身上的毛也炸了，不停朝着堂妹哈气。我被吓得直接松了手。那小猫蹬了我一脚，然后朝着堂妹就扑了过去。只听喵呜一声，小猫一口就咬在了堂妹手臂上。堂妹气得一把就将小猫甩在了地上。小猫被甩在地上后，依旧做出一副进攻的姿态。小俊，赶紧把这死猫扔出去，它把你妹妹咬了，明天你二叔二婶来了，肯定饶不了你。我也气得指着我骂，我不敢顶嘴，只能把小猫抱走。只是我低头抱小猫的时候，却看到堂妹的腿在发颤，不只是堂妹，我爷我奶的腿都在发抖。你还在磨蹭啥呢？赶紧把它弄出去！在我爷的催促声中，我把小猫带到了屋外。借着月光，我从兜里摸出了白天老头给我的纸条。纸条上面写着，有事来村边的桥洞底下再找我，切记不要跟你们家任何一个人同睡一个屋。看着后半句，我只觉得头皮发麻。回想起晚上爷爷那些不正常的举动，还有那个黏糊糊的干豆子，我伸出手仔细一看，手上居然有又红又黏的东西。凑近闻了闻，一股子铁锈味，跟奶奶屋里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我一时不敢再进屋去了，只能找个借口跑出去。爷爷，这猫是我好哥们家的，人家只是借给我用一用，我还得还回去呢，你们先睡吧。不等我也答应，我抱着猫就跑了。把猫放进我哥们家后，我就直接去了村边的桥洞。不管那老头在不在呢，我今晚都不可能再回家了。在桥洞喂了一晚上的蚊子后，天刚亮，那老头就拿着鱼竿过来了。小伙子，你身上咋这么多包？我差点没认出你来。老头笑眯眯地调侃我，我在这等了你半宿了。看到老头来了，我就像是看到了黑暗中唯一的光亮。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，你那堂妹是老鼠变的？不只是堂妹，我怀疑我爷爷奶奶都是老鼠变的。老头有些诧异地看着我，怎么？你发现了什么？我瞅了瞅四下无人，靠近老头后才敢说话。昨晚我带了只猫回去，我发现我爷爷奶奶和堂妹都怕猫，而且他们身上还有很重的铁锈味，这种味道只有我受伤流血的时候才闻到过，而且那只猫对堂妹有很大的敌意。我把昨晚的经历都告诉了老头。老头听完后沉着个脸，很是严肃地跟我说，不是跟你说了不要跟他们任何一个人睡一屋吗？昨晚要不是有那只猫，恐怕你爷爷就得把你吃了。我被吓得一哆嗦，不明白老头这话的意思。那老鼠吃了你妹妹的指甲，变成了她的模样。第一晚她跟你奶一起睡的时候，就已经把你奶奶给吃了。你奶奶是别的老鼠变的。白天你奶跟你爷出去干活的时候，你奶又把你爷给吃了。昨晚你爷又想吃你。老头这么一解释，我大概也听明白了。可今天二叔二婶就要回来了，他们肯定不会相信爷爷奶奶是老鼠变的。我二叔二婶今天要回来，到时候老鼠肯定会吃了他们的，我该咋办啊？见我急得团团转，老头摸了摸我的头，安慰道，别担心，我有办法宰了那些老鼠。这是老鼠药，你把药偷偷放在饭菜里，你爷你奶他们吃了肯定会现原形的，药起作用需要一晚上，明天一早我就来你家把他们都收走。老头递给我一包用白纸包着的粉末。快天黑的时候，二叔二婶才到家，我去村口接的他们，本想直接告诉他们爷爷奶奶和堂妹的事，可转念一想，他们肯定不会相信，索性就不告诉了。
二叔二婶带了很多好吃的回来，馋得我口水直流。帮忙准备饭菜的时候，我看着四下无人，悄悄打开了老头给的药，正准备往里放的时候，突然出现的二叔一把抓住了我的手。小俊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被吓得一哆嗦，手里的药差点洒了。我在给菜撒盐呢。我刚刚尝了尝，发现没味道，所以才想撒点盐。二叔听了我的解释后没有怀疑我，只是拿过我手里的药看了看，你先去吃饭吧，我来撒盐。你个小屁孩，下手没轻没重的，别再撒多了，到时候没法吃可就亏大了。我不敢多说什么，只能躲在一旁偷偷观察二叔。看着二叔把那些药都撒进菜里了，我才松了口气。老头说过，这药只对老鼠有用，人吃了一点是没有。所以吃饭的时候我敞开了肚子吃，爷爷奶奶和堂妹吃的也很多。睡觉的时候，堂妹要跟二叔二婶一起睡。这么多天没见，堂妹特别黏二叔二婶，只有我知道堂妹心里在打什么主意。她肯定是想趁晚上睡觉的时候把二叔二婶吃掉，只可惜她吃了老鼠药，没办法再做妖了。爷爷奶奶要跟我睡一个屋，我找了很多理由拒绝，可最后还是没犟过他们。小俊不想挨着我们睡，这是嫌弃我们老了。哎，奶奶说这话时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容不得我再拒绝她。要是非要拒绝，我怕再惹得他们怀疑，毕竟老鼠药的作用还没开始起效。这回要是惹怒了他们，我跟二叔二婶恐怕都逃不掉。睡觉的时候，我躺在他们中间，眼睛都不敢闭，生怕一睡着就会被他们给吃了。大夏天的，虽然风扇没停止过转动，但我的后背还是被汗水打湿了。我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，心里不停地祈祷老鼠药快起作用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突然感觉耳朵边有点痒，伸手一挠，却摸到了我爷的脸。我下意识地侧过了头，黑暗中，我跟我爷四目相对。微弱的月光映衬下，我看到爷爷的牙齿在逐渐变长，眼睛也在发红光。他这是现出原形了。小俊，你闻起来好香啊！爷爷凑在我耳朵边轻声说道。我被吓得浑身僵硬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尖叫着从屋里冲了出去。啊！老鼠！爷爷变成老鼠了，他要吃了我！我在院子里转着圈地尖叫，直到二叔把我拦了下来。小俊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看清楚眼前的人是二叔后，我赶紧摸了摸自己的身体，耳朵、眼睛、鼻子、腿脚都还在，我还活着，我没被老鼠吃掉。刚想松一口气，结果爷爷就从堂屋走了出来。看着眼前的爷爷，我又忍不住开始尖叫。老鼠，他要吃我！二婶端了盆水就朝我泼了过来，冷水浇在脸上，我瞬间就清醒了不少，不再大吼大叫，只敢躲在二叔身后瑟瑟发抖。你们先进屋，我得把这个捕鼠陷阱再做精细点。二叔把我推到了二婶身边，二婶拉着我就往屋里去。满屋子的人大眼瞪小眼，谁也没说话。我爷我奶还有堂妹看起来一点事都没有。难不成那个老头给我的药不管用？正当我寻思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的时候，院子里却传来那个老头声音：你没被毒死？老头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惊讶。爷爷奶奶他们闻声就出去了，我也悄悄跟在了后面。只见院子里那老头被关在一个笼子里，他看到我们都出来后，脸上的表情震惊无比。你们居然都没事？小孩，不是让你在饭菜里下药吗？你敢不听我的？我有些懵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还想问问他呢。你少污蔑我，明明就是你给的药不管用，我把药都下进菜里了。我有些不服气的朝老头吼着。小俊确实听你的话要往菜里下药，只不过那药被我换了而已，我把毒药换成了解药。你个老鼠精，这么多年了还想着害我们，今天必须得除了你。二叔从怀里掏出一面小铜镜，铜镜一拿出来，笼子里的老头瞬间就慌了神。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二叔没搭理老头，直接拿着铜镜就朝他照了过去。只见铜镜照在老头身上的时候，冒出了一股白烟。白烟散去后，笼子里就只剩下一只比瓷盆还大的老鼠。天道不公啊！凭什么他们杀我全家却得不到报应？我要诅咒你们，诅咒你们不得好死！老头临死前发出最后一声哀鸣。我被眼前的场景吓得差点没站稳。等缓过神来后，二叔才告诉我这背后的真相。原来很久以前，我也不小心打死过一窝老鼠。被打死的基本上都是刚出生不久的小老鼠，只有一只大的老鼠逃掉了。后来一个道士知道这事后，就跟我爷说，老鼠记仇，肯定会回来报复，让我也千万要小心，特别是剪下来的指甲一定不能落到老鼠手里。十指连心，指甲跟手指一样都能连通心智，要是被老鼠吃掉了指甲，他们就有了操控心智的本领，只要被他们咬上一口，被咬的人心智就会被蛊惑。我们家不跟别人一样，我们是得罪了老鼠，所以不仅要防着老鼠，同时还得赎罪。所以这些年我们家从来不养猫，家里的粮食也随便老鼠吃。可那只逃走的老鼠并没有就此放过我们，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，它有了灵智，
再加上在我们家蛰伏了这么久，终于找到了报复我们的机会。他吃了堂妹的指甲，然后又咬了堂妹。堂妹还小，抵抗不了蛊惑。后来堂妹又把爷爷奶奶给咬了，所以他们都感染了鼠疫。感染鼠疫后，我爷我奶就控制不住想吃掉我。为了不对我造成危险，他们极力控制自己，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就偷偷吃生肉。为了不让我害怕，他们只能向我隐瞒此事。本来他们是打算让二叔二婶回来去找当年那个道士求解药的，结果好巧不巧，二叔在回来的路上就碰到了那个道士。道士算出了我们家有难，所以就告诉了二叔解决之法。二叔在知道我要下药的时候，就偷偷把毒药换成了解药，所以堂妹和爷爷奶奶吃了解药后就变回了正常人。而那个老鼠变的老头想借我的手毒死大家，却没想到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知道事情的真相后，我只觉得浑身无力。还好二叔把药换了，要不然我就成害死全家的罪魁祸首了。见我看着笼子里的老鼠发呆，我也让二叔赶紧把老鼠弄出去埋了。小俊，别自责了，我们不怪你，你还这么小，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很正常。爷爷摸了摸我的头安慰。我看着被提走的老鼠，一时分不清到底谁对谁错。